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其任内首次欧洲行，一路上都在极力向欧洲盟友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美欧间也同意重启对话机制，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机遇。另一方面，尽管布林肯此行有修复被特朗普破坏的美欧关系的意图，但在北溪2项目等问题上，美方仍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风格对欧施压，显示美欧诸多分歧矛盾不是说想翻就能翻过去的。布林肯周三先后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面，双方同意重启关于中国的双边对话机制。双方的高级官员和专家将以论坛的形式讨论相关挑战和机遇。We share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role as a partner, as a competitor, and a systemic rival, as we used to say here in Europe. 分析认为，这一机制的重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欧关系的恢复，因为英国《金融时报》周二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去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与博雷利通过电话会晤，意图安排这一议程，但未能获得欧盟支持。相互协调对话立场，最后形成一个有一个公约数的统一的对话立场。我想这一个呢，这是一个美欧之间双方关系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不过，美欧重启中国对话也并不代表欧洲方面将按照美方的议程设置展开对华行动。《金融时报》就引述荷兰智库克林达尔研究所欧盟与亚洲问题专家冈野海曼斯的话说，由于阿拉斯加会谈的氛围比一些人预期的还要严厉，欧洲各国政府在中美问题上可能会更加担心。《金融时报》还称，鉴于欧盟制定正式方案需由2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这也使得美欧无法轻易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布林肯周三早些时候出席北约外长第2天的会议，并在北约总部发表演说，妄称中国的所谓胁迫行径威胁西方安全，并无端批评中国试图破坏2战后美国和盟友建立的国际贸易秩序，甚至还不忘拿南海问题说事儿，倒打一耙说中国在南海实施军事化，威胁南海航行自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严正驳斥了布林肯的说法，强调南海军事化破坏国际体系规则，以及破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这3顶帽子，无论哪一顶都扣不到中国头上。事实上，破坏美西方价值观的正是美西方自己。中国人只想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对四处干预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聆听和尊重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至关重要，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如此。美方对他的那套民主价值观想象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不过，在讲话中，布林肯也话锋一转，声称美国不会强迫盟友在美中之间选边站。The United States won't force our allies into a us or them choice with China.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Beijing's coercive behavior threatens our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nd that it is actively working to undercut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values we and our allies shar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countries can't work with China where possible, for example, on challenge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security.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布林肯这番讲话包含了2层意思。首先是意识到欧盟国家内部以及美欧间在对华立场上有不同的利益区分，其次就是承认这种分歧，以谋求更好地进行立场协调。各方面胁迫这个欧盟成员国来服从于美国的立场的话呢，可能会引发欧盟不同成员国之间内部的争议，以及引发某些成员国对美国的这种政策立场的这种质疑就是使得这个欧美之间的立场的协调呢可能会不那么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布林肯此行赴北约和欧盟的时间耐人寻味。就在前不久，欧盟以所谓人权为借口，主动挑起事端，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中国强烈谴责并立刻反制，中欧关系为此陷入了紧张的局面。随后，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周2举行的一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审议会。布林肯周3就挑拨称，是否对欧盟履行承诺向欧洲开放经济，取决于中国。这份协定
定的未来前景究竟如何？据《金融时报》周三报道，欧盟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宣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能否得到欧盟批准，取决于事态如何发展，批准程序不可能独立于中国欧盟关系最新动向的大背景。东布罗夫斯基还无理指责中国的报复性制裁是令人遗憾、无法接受的，但矛盾的是，他同时表示不希望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欧盟一直在尽一切努力与中国建立一种平衡的、基于规则的经济关系，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外，尽管一些欧洲议会议员以取消中欧投资协定相威胁，试图逼中方妥协，但另一些议员则态度微妙，他们希望通过外交方式缓和局势。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议员尤留·温克勒表示，希望外交努力能找到缓和局势的方法。欧洲议会负责对华贸易的议员罗德里格斯·皮涅罗则相信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局势。他补充道，现在应该等待外交努力发挥作用。周四，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目前中欧双方谈判部门正在开展必要的法律审核工作。中欧投资协定符合双方利益，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有利于世界。我们不应该对中欧关系做非常过分的悲观的看法啊，因为在有些国家的对华利益这个上面，他还会去努力的维护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中欧关系。简军波表示，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曾提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对中国作出4个定位：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这与拜登政府后来提出的对华定位类似，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政府在对华立场上向欧盟趋同和靠拢，这样将使得中美欧未来的关系走向更加复杂微妙。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它实际上把中国看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对象。他没有说你就是个敌人，也不能这样说，也不是说你就是个伙伴。所以它实际上你既是伙伴，那某些领域又是竞争者，那么某些领域就是对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以后这个政策它会非常的做一些很精确的区分，就某些领域可以要跟你合作，那某些领域要跟你对抗，那某些领域要跟你竞争，所以他会做得更加的精细。另一方面，一系列难以消解的分歧也决定了美欧在对华决策中并非铁板一块。布林肯此行除了挑拨中欧关系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改善被特朗普政府破坏的美欧以及美国与北约关系。但布林肯重振与北约盟友的表态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他的热情回应，能代表美国与北约关系的全貌吗？答案是否定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周三报道称，北约希望华盛顿能在美军是否留在阿富汗的问题上做出决定。布林肯以美国仍在考虑作答。报道称，即便是在特朗普之后，美国与北约的分歧也不仅限于阿富汗政策。德国《民进周刊》称，周三在与德国外长会谈时，布林肯要求德国停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否则美国不排除对德国采取制裁措施。此外，布林肯还单独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写道，布林肯已在会谈中敦促土耳其放弃从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恰武什奥卢就此对布林肯表示，从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导弹系统已成定局。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欧围绕涉疆问题的制裁与反制裁博弈仍在持续，中方召见了欧盟与驻英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欧洲多国呢也有召见中方大使的举动，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更加准确的说呢，这是在涉疆问题上，中国和美西方势力的一场战略博弈。当然了，这一轮美西方发难，那么欧盟它是冲在最前面的，最先发难，搞所谓的对华制裁的呢，正是欧盟，自然呢，它也就沦为中方反击倒行逆施、最先打击反制的对象。我们也看到这次呢，中方的它的反击的速度和力度，包括对欧盟反击制裁对象的选定以及打击面的选择，这呢都是让欧方颇有些措手不及的。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谈到立法工作时就特别谈到要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的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等，来充实应对挑战
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那么正在持续的涉疆问题的博弈，也在见证中方充实法律工具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需要特别指出，对这一场博弈，我们尤其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来做全面的评估。前2天，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由中联部部长宋涛转达的对外口信中，特别谈到一个重大态势判断。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演变。那么之前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他也深刻阐释，当今世界呢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这个大变局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到动荡变革期。那在我看来呢，这一场博弈无疑也是这深刻演变进程的一部分。那我个人认为呢，也只有站到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才会对这场博弈的特点有更加清醒全面的把握和判断。